今天是1月8号，比特币昨天基本上没有什么波动啊，包括它的 K 线也是收了一根类似一致的一根 K 线。那这种 K 线没量的结构下，我们到底要怎么来解读？包括多单的建议，其实没量我的观点是周末你就减少操作，这个多单的位置还是维持前面6号的不变，包括6号有做多的朋友，有按我的建议，如果手上目前有利润的朋友，等下来给大家猜测一下。它下一次涨到哪一个高位，我们到时候可以选择去做空，以及下一周比特币我们要留意哪一些事件？有2个事件啊，一个是鲍威尔可能会讲话，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 CPI， 我们到底要怎么来观察？以及比特币的周线或者是它的4个小时里面的一些技术形态，我们要怎么去分解？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要请点击注册 ，BROK 返佣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。昨天这一根 K 线其实没有参考意义啊，基本上就是横向啊，也没有上涨，也没有去进攻，没量的情况下，主力一般也不会去进攻，所以这种 K 线，我的观点是你可以忽略不计，那就以这一根 K 线来对待。至于16750，还有一个位置是这样子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布林线的下轨，它其实就是接近这一个16750啊，因为上一次压回的这个点位，也是跟大家讲。一点是当时从4个小时里面的它这个丝绸线啊，因为当时4个小时里面的丝绸线也是有跟大家讲过一个观点，它在这一个 N 型的转折位，它是第一次把这一个丝绸线给它走成金叉多头的排列，所以这一个压回的低点，它既然没有破这个16600美金，就是这个位置没破哦，不过16750是破，那我的观点是。它既然是这个位置在踩布林线的下轨，那你下一次如果再去观察，它在这个横向到位，就类似这个横向到位，它挖了一个坑，还有没有可能再挖一次坑，然后来到布林线下轨的时候，看可不可以选择去做多，或者是空方的朋友也是在猜高点，因为我们现在既然手上有多单，也是一直在猜测中线它会涨到哪一个高位，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转折点，我们现在要观察一下。主要有一点哦，我讲了一段时间，我们可以细心观察一下它的 KD 指标。这一周结束，马上要形成一个金叉，所以周线里面既然有金叉的结构，也是不排除像这种位置金叉，它会有这种反弹的高点，或者是这种位置金叉，它也有这种反弹的高点。周线里面有这种反弹的高点，我们等这种高点去平仓比特币，或者是到时候看要不要去做空比特币。那还有另外一点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周线的 WR， 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过几个观点，马上要环线也要回到80下方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上一次环线从这个位置回到80下方的时候，它也是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反弹的高点，或者是去年的一个位置呢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比如说当时是7月份。环线来到80下方的时候，它这一波反弹的高点是直接就是再创了历史新高到 69K， 所以我们现在在猜测有没有类似这种大级别的反弹，也是不排除哦。那现在我的一个思路是，如果我们看日线要找它反弹的高点，我们要参考一下之前的几个反弹的位置，它是怎么涨的？比如说今年的1月份到3月份的高点，当时反弹的幅度是达到多少？你可以从高点拉下去，它这边是达到 0.38， 这个高位就过不去，没有有效站上，最终是在崩盘。那目前的位置跌得这么深，有没有可能比这种反弹的力道更大？所以我的观点是也不排除哦。如果我们从2个高位去计算，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，如果从这个高点拉到比特币这一次的历史低点15000美金附近啊，它反弹的 0.38 啊，是在28000附近，所以下一次的空点我也是在观察，如果它真的过了18000，我的观点是不排除这个矩形，你如果都能重新回到矩形里面，那主力就是告诉全市场的游资，我这个位置就是挖坑啊，你能回到18000，破矩形它会反矩形，甚至是去突破这个矩形的高位，所以我的观点是，如果能真的回到18000，给我有效站在18000里面，那你不要去看前面这个高点25000，有可能最终反弹的高点，你去观察一下有没有可能在28000。那还有一个位置其实也是很接近，
前面在21年的时候，当时这个位置是有预期美联储未来要加息，然后自6万高点以后，去年的5月份到6月份、7月份的这整个崩盘后面的这一个底部区间，包括这一次前面是在几月份，也是在5月份这个位置崩盘的区间，所以2万8至2万9。就是这一个区间啊，这个位置到时候我们去观察一下有没有一个压力区，有可能这个位置是一个空点，所以目前的比特币我也是一直在猜测它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个0.382的一个反弹。那至于从这个高位计算，那还有没有更高点？如果从历史最高点我们拉到这一次熊市的低点，是不是熊市的低点目前还不确定，有没有可能类似这种大级别反弹？万一是真的来到0.382，它是在36000附近啊，你再去观察，其实也是接近今年的这个平台整理区，是一个很重要的压力区。当然我们要一步一步来啊，然后我们来聊一下以太坊。其实以太坊跟比特币还是维持昨天的观点不变，它在4个小时里面过高，包括比特币过高也是一样，指标是有背离啊，而且4个小时目前是在双死叉的结构。我的观点是你尽量看它是不是横向震荡，还有没有压回的位置，因为多方的趋势4个小时是这样子。至于日线的话，其实整个大长线包括比特币目前还是一个空方的趋势，只是中线有可能会走出一个相对比较小牛市的一个趋势啊，就类似我之前跟大家预期的，有可能会不会有一波上涨上去以后就是0.382，到时候看一下还有没有压回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短线你如果还要做的话，我的观点是你看一下，有可能这一根 K 线它是属于一个奔走型这里，你要观察的支撑就是这一个矩形的低点。它有没有可能再压回？就是前几天跟大家讲的1230。然后下周有2个重要事件，我们到时候也要去留意一下。一个是1月12号亚太时间9点半，也就是周四晚上9点半，我们要去留意一下美国的 CPI， 这是目前很重要的一个经济数据指标。包括美联储会不会再加息，也是取决于这一个啊。不过9点半的时候，我们到时候要去留意一下，整个市场的共识是在6.5，因为上一次是7.1，它是进一步回落，上一次的预测值是在7.3，然后它是进一步回落到7.1。那这一次6.5，如果是能继续低于6.5，有可能不排除美联储下一次加息只会加息25个基点。不过在这个事件之前，也就是明天9号的时候晚上22点，我们要去留意一下鲍威尔的一个讲话，估计他的讲话内容可能还是一样，会老生常谈，加息不会马上就是这么快的进行一个转折，甚至降息。目前重要的任务就是控制这个通胀。当然，我们明天晚上也要去留意一下重点以及这一个狗狗币，昨天也是跟大家讲了，你还是维持这个矩形来对待就是这一根 K 线。它有可能看还有没有压回，因为目前周末的情况下没量这2天其实你就减少操作，有做多的一些利润或者是长线的一些现货，我的观点还是不变，选择抱在手上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。